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心想探世界。今天我们来聊聊海王星进入白羊座。这次海王星换座会在白羊座停留14年之久，从2025持续到2039年。因为时间跨度之久，所以很有必要详细的来聊聊它对社会格局、集体意识乃至个人的影响。海王星呢是世代行星，不仅影响个人，更多是集体无意识层面的影响。个人行星，比如像是水星、金星、月亮，更多是影响我们的显意识层面，和我们的性格特征、情绪反应和思维模式息息相关，是我们能够通过行运很容易察觉到的部分。而世代行星，它的影响力更多是一代人或者多代人的影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集体业力。像是海王星，它在一个星座能够停留14年之久，所以就会影响1到2代人的命运。海王星呢，影响力非常广泛，但带来悄声无息的改变，不是那么的强烈，但是会有渐渐渗透性的影响，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时代的集体意识、集体信仰、梦想和精神面貌。海王星呢，最早是由伽利略首度观测并描绘出，但是伽利略他误认为海王星是一颗恒星，直到1846年9月才被柏林天文台发现。它也是唯一利用数学预测而非有计划观测发现的行星。海王星呢，以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尼普顿命名。尼普顿是罗马神话中统治大海的海神，掌管了1/3的宇宙。而海王星的天文符号象征涅普顿手中寒光闪闪的神叉，所以在占星学中，海王星的符号也正是涅普顿的神叉。我们可以看到海王星的符号是一个大的半圆形，被一个十字架从中贯穿。这个大的半圆形就像我们的地球，象征着人类的灵魂本质是受限于物质法则和物理环境的，所以难以自我实现、超脱尘世，需要用超越现实的灵感创意来化解僵固的物质性，逐渐融合两者，这样才能实现超凡的个人梦想，解脱世俗的束缚。这就说明海王星是具有超越现实的能量，是我们显化梦想的能量。海王星能够摆脱有形的物质羁绊，进入梦想世界，寻求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海王星代表的是潜意识的敏锐感受力，捕捉周遭环境非现实具体的无形讯息。海王星的能量就像是浩瀚的宇宙，一望无垠，无边无际，我们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道边界在哪里。所以海王星呢，就代表了一个非常浩大无序的状态。海王星是具有美化现实的能量的，可以具体表现为某些崇高的理想、朦胧的信仰。海王星可能会营造出朦胧的美感、幻想，让我们看不清真相，而且它具有催眠、蛊惑、渗透的能量，让我们不自觉吸纳周遭的氛围，陷入恍惚模糊的意识境界，所以可能会让我们超脱现实，沉浸在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中，或者自欺欺人、自我欺骗，让当事人时过境迁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只是南柯一梦。因为海王星的这种编造能力，或者说造梦能力，就会让人遇到状况时不愿意去正视问题，或者不解决眼前的阻碍，找各种理由去推脱，以及可能会产生鸵鸟心态来逃避现实。所以这就是海王星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容易在某个领域犯错，或者说脱离现实，最终呢就造成自己或者让他人失望的情况。海王星也是可能会出现摆烂的星曜，比如说遇到状况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感觉非常迷茫困惑，最终呢在行为层面就会很拖沓不作为。另外海王星也会让边界感丧失，它会让确定的东西变得不确定，清晰的边界变得模糊，存在的东西变得淡忘。比如说我们容易因为心软而不知道如何拒绝，或者识人不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受人蒙骗等等。海王星就可能会弱化主体的边界，让外部因素更容易入侵，可以表现为一种弱势、牺牲或者是受欺负的状态。海王星本身呢，也是和成瘾是息息相关的，让人丧失自我克制的能力，
比如说各种烟酒、毒品、赌博、玩乐之类的诱惑。海王星呢，就容易让人丧失意志而沉溺其中，或者说弱化人的身心而坠落，产生难以戒除的恶习等等。所以这个就是海王星的阴暗面，但是它也有好的面相，比如说象征着人类对美好事物还有真善美的天然向往。发展好的海王星能量呢，是可以充满了慈悲、大爱、不求回报这样一种奉献精神，也就是对人事物的包容度，会显现出有容乃大的格局。海王星呢，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崇高的境界，类似像佛祖那样的普照众生。海王星是带有一种强大疗愈能力的，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都有利于发挥出高度直觉力，运用心灵透视的能力，达到精神超脱的境界。而且海王星的精神力量也会展现在个人行为层面，像是灵修、冥想等等。那我们再来讲讲海王星它跟白羊座相结合又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我们知道白羊座呢是非常的冲动、开创，也代表着竞争和自我意识。白羊座这个星座呢是非常的个人主义，而且非常勇敢，具有行动力。所以当海王星进入白羊座的时候，这两种能量就会相融合，激发出我们对理想和未来的一种新愿景。另一方面呢，它也会带来行动上的冒险欲，所以世界格局就可能会经历从激进的理想萌发到结构性的转变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海王星在白羊座呢，也会点燃我们的向往和渴望，我们会拉开充满激情的新篇章，带着个人信仰去行动。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大家就会很关注自己的想法，个人主义会很突出，而非在意他人的观点。所以海王星在白羊座这个时代会强调每个人的个体独特性，那也会产生有限度的合作和与他人的链接。所以结合冥王星呢，又是在水瓶座这样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鲜明个人主义和寻求集体归属感的这样一个双模式的时代，大家就会强调个人的权利和主张，而且这也可以说是个人和集体相互影响的时代，带着这样一种信仰和狂热的行动。也许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选择他们独立、更加有个性的生活方式，追求自己理想的人生，而非被社会习俗所绑架。很多人就可能会不按常规出牌，而是有自己的创造力，有自己的事业目标和理想，或者选择旅居等等。那这就会让一些人的生活方式被推崇、被神化，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所以呢，这是一个超级个体的时代，会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开创出许多前人未闻的思想和理念。海王星在白羊座就代表着是一种全新的开始，因为白羊座本身就是黄道第一个星座，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崭新的事物，特别是想法、精神层面的。而且因为海王星的缘故，这种想法就是不太成熟，但是又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我们不能说它是好是坏，因为海王星进入白羊座就会有新事物的萌芽，有这样一种新的播种的机会。而且海王星的影响，我们一开始呢是看不清时局的，是朦胧的，带着一种纯真的原始的驱动力去行动，就是很想开始去做某件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么这种理想主义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希望。无论是老板、公司或者是媒体给我们画的大饼，还是我们自己内生性的某种信仰，保持不灭的希望，才会有持续不断的动力。所以海王星在白羊座的时代可以说是造梦的时代。我们会发现梦想是如此的重要，没有梦想的人呢，可能就是一潭死水。那白羊座本身是有战斗性的，所以海王星进入白羊座也可以带来为理想而战的这样一种感觉。海王星本身不会带来改革，但是个体、集体意识层面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在潜移默化中会促进某些改革，还有一些斗争。特别是要关注个体的不满之间的传递，引发集体性的意识问题，像是理想主义的革命、空想主义叛乱、追逐真理的十字军和宗教战争等等。这个在海王星过境的历史案例中都可以找到一些端倪。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就是集体能量的转向，因为社会大众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有可能会通过实际行动而来推动变革。这个时候的社会改革更多是以直接行动的方式展开，追求快速改变而非长期的协商。
那么这个时期也会带来很强烈的个人主义，特别是灵性方面的个体觉醒。那么对于超级个体在海王星时代诞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像全民偶像之类的，或者是某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名人、政治家等等。那也可以代表是有个人崇拜或者具有煽动性的个人出现，然后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走向。海王星的能量对大众产生的情绪渲染力，足以满足众人对偶像的崇拜。但是海王星的能量也是一把双刃剑，就容易出现很多幻想和滤镜。表面的形象越美好的偶像，比如说像艺人、明星还有政治人物，都有可能在背后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因为人格的多面性，所以很多人呢也可能出现滤镜潮起潮落的变化。比如说某个完美公众形象的人物突然因为被扒而塌房，这种剧情呢可能就在海王星白羊时代出现。所以这个时代我们对某些人物的滤镜可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在政治层面，过度信仰某些人能够拯救社会，就可能会极度推高这些人的影响力，就像一个不断累积的滤镜泡泡，承载着很多人的信仰和希望。那最终对社会、经济、国际关系各个层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同理呢，由于 AI 的发展，我们也会更加感觉到个体的不真实性。随着超级个体不断崛起，我们所看见的人事物真的是本人的形态吗？因为各种科技带来的滤镜和幻象不可避免。比如说媒体上完美的人设不一定是本人真实的样子，但是可能会出现很多粉丝和热捧。这就是海王星白羊时代会出现的各种造神运动，对于个人来说是需要分辨真伪的。那海王星进入白羊座，毫无疑问也会对文化艺术领域带来很大的影响。媒体创作之类的领域呢，都可能会涌现更加有先锋性的作品，突破传统的模式，特别是融合科技还有灵性主题，像是元宇宙、AI 艺术还有神秘主义的结合。那白羊座这种自我表达的需求就有可能会推动个性化创作的浪潮。而且 AI 的崛起呢，可能会让我们弱化或者更困惑人类的属性。海王星白羊座就有自我弱化的感受，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自己是谁好像没有那么重要，色彩也没有那么鲜明。海王星就是有这样一种消融的作用。所以接下去呢，就是人类在寻找个人价值的时间。 AI 崛起以后，人的价值何处安放？所以鲜明的个人主义既会被不切实际的推高，也有可能被削弱。我们也可以预见，在 AI 时代会出现大量同质化的内容，同质化的虚拟主播、配音、音乐、艺术等等，这些都是削弱个人创造性的存在。哪怕个人保存着非常鲜明的特色，也会在 AI 时代因为分母变大，所以容易被取代。因为人的因素变得非常容易被模仿，边界被模糊了。所以海王星白羊座的大运可以说是人类和 AI 的磨合期，科技发展的必经之路。人类在见证科技日新月异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定位自己的价值和归属。那海王星进入白羊座，另外它也会带来一个科技的大泡沫，因为它是一种非深思熟虑向前冲的能量。海王星的模糊性呢，就可能让白羊座的冲动行动因为缺乏现实根基而导致社会层面的乌托邦实验失败，比如说激进的环保主义或者未经验证的某些科技应用。在这个时代会出现很多泡沫，大部分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特别是科技领域未来很有可能出现，看似发展很迅猛，但是实际运用层面又没有那么广泛和适用。海王星带来的泡沫是一种幻想性的，如果不经过滤和思考拿来使用呢，会很危险，就是会弱化人类本应该有的创造力和属性，以及带来大量同质化的泡沫。所以海王星白羊座的时代会充满了各种光怪陆离的讯息，从中我们需要明辨是非，警惕各种光鲜人设。海王星进入白羊座呢，也需要注意集体情绪的极端化，因为白羊座的战斗性可能会被海王星的消融性放大，引发一些非理性的对抗，比如说像网络暴力或者舆论的极端化，用拯救他人的名义做一些干涉行为，或者是非暴力不合作等等。那未来世界格局的冲突呢，会是长期化的，但是又是忽明忽暗的，不是那么确定的走势。而且冲突呢，有时候可能看起来还会弱化，但是会用各种不配合的方式进行合作。
对于个体来说，进入海王星白羊座的时代，我们需要掌握个人的意志力和控制力，因为海王星可能会让个人失去这样的一个能力，变得更加随波逐流，或者自我价值被消融。集体社会的潜意识呢，渗透性会增强，结合科技的力量，就更容易影响到每个个体的决定。那么最极端的走向呢，就可能会变成人机结合的这样一种模式，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失去创造的主体性，而依赖于科技的力量。那在海王星进入白羊的这个时代，我们也得聊一聊梦想这件事。其实这个时代呢，是个人梦想和集体信仰相融合的时代，难以分离。个人的梦想可能会受到集体潜意识很大的影响，不再是个人本身。因为海王星代表的是一个世代共同的梦想，通过无数细小微小的个体体现出来。海王星白羊就会让个体的精神层面急需一种新的锚点，这个锚点有可能是基于虚幻的土壤，所以如果我们把锚点放在现实地基上，那么可能这个梦想更容易成真。反之呢，可能会梦醒时分，带来一种极大的幻灭感。海王星进入白羊座的时代，其实有很大概率经济会进入快速的增长期，但是呢，这个增长的背后是泡沫和造梦，有一种狂热和资本炒作的味道。某些行业呢，就可能会因为泡沫而被推高，造梦造富，炒作某个项目或者是新型的概念，来迅速带动市场情绪。而且海王星白羊座的经济呢，更多是由大量投机活动所支撑出来的经济泡沫，所以我们需要观察市场是否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如果只是靠信仰和投机产生的，那么神话随时可能会随着走下神坛而导致泡沫破裂。这种泡沫可以分为资产泡沫、股权泡沫、债务泡沫。所以海王星白羊的14年，投资上一定要理性，尤其是某个新型的急速发展的缺乏基础支撑的概念，类似像2008年后的中国房地产，靠全民信仰撑起来的这样一个市场，或者是1637年的郁金香狂热，靠炒作获得远远大于花本身的价格，以及日本90年代的土地不会贬值的神话。海王星白羊座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景气循环带来的真正红利。景气循环和泡沫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景气循环的时期是因为供需变化造成的资产价格涨跌，在需求恢复的时候，跌落的价格可能会回到原先的高点。但是泡沫是由于炒作产生虚假经济繁荣的现象，价格一旦破裂就很难再回去。所以海王星白羊需要保持理性，也许市场会给我们带来一时的繁荣，集体的狂热，这种繁荣呢是靠信仰支撑的，而不是现实的经济基础，所以这股风口不一定能够持久的存在。那在意识层面，海王星白羊也会带来地球升维的感受，会加剧去全球化的发生，因为大家的信仰都从世界转向了个人和本土，开启各国国运 PK 而非协作模式。无论信仰全球化的群体如何推行人类共同体计划，在海王星白羊的时代也会渐渐消融。海王星白羊的14年就会揭示这个计划的虚幻本质。海王星在白羊座的14年里可以分为4个阶段，我们分别来谈谈每个阶段又会有怎样的趋势。首先第一阶段是2025年，这个时候海王星刚刚进入白羊座，且会与土星相合。宏观环境来说，这是新旧力量的初次碰撞。土海合相，世界可能会出现很多激进改革的萌芽，但是面对现实制约和制度性的阻力，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看作是社会结构还有意识形态的冲突。虽然对旧秩序改革想法很突出，但是进展缓慢。如果用激进的方式挑战旧有体制，就可能会导致失败、混乱。我们会在这个阶段感受到结构性阵痛与不平衡。经济上，各国可能会开始探索新模式，进行产业创新，既有热情推动，也会受到传统结构的抑制。因为世界格局的不明朗，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头部企业和初创公司，风险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快速扩张，就可能会经历后续调整，需要小心因冲动决策导致的资源浪费。而且土星会施加监管压力，
技术创新就可能会带来数据隐私和虚拟现实滥用的问题，所以就会出现技术突破和政策限制的拉锯战。随着 AI 的发展，很多技术已经到了能够以假乱真的地步，比如像是 AI 主播、AI 音乐等等，让人们分不清楚哪些是人类创造的，哪些又是 AI 创造的。所以这个就让个人、职业还有行业的边界都变得模糊起来。比如原本是编辑，但是利用 AI 工具呢，就可以进行编程、制作电影等等。这个就是海王星白羊的消融性，让个体可以跨行业生产。但是土星合向海王星的这个阶段，就会带来相关领域的监管，像是制定政策来限制这种混乱的跨界发展。比如说，我们就可能很难拿着完全 AI 生成的作品去申请原创，这个在土海合的影响下完全可能发生。人类呢，需要制定规则，法律上来约束这种漫无边际的扩张，让行业更有序发展。各国可能启动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但是需要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虽然地缘政治的对抗性，像是领土争端、贸易战会持续存在，但很多国家也会采取非传统外交手段，比如像是文化渗透、网络舆论战的运用。那在这个时间，民众普遍会感受到一种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气息，但是同时呢，也伴随着不确定性和现实问题的担忧。社会整体处于理想和现实较量的起步阶段，我们就需要行动前整合目标资源，先制定阶段性的目标，再逐步验证可行性。这个时候也非常容易卷入集体情绪，像是跟风投资、盲目追求潮流，或者社交媒体上真假 AI 信息难以分辨。所以我们需要保持独立思考，用批判性筛选信息。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就是2026到2029年，这个时间会形成由海王星、天王星、冥王星形成的小三角，那就会对宏观环境带来创新和突破。因为这个小三角就象征着技术革新，全球格局呢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创新动力。这个时间是最有可能出现技术大爆炸的时候。如果土海合的第一阶段象征的是谨慎和保守，需要进行市场测试和设立监管，那么2026到2029年才是真正科技带来大飞跃的时期。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新兴力量的崛起，科技会普惠和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海王星白羊和冥王星水瓶这个组合是可能会加剧地缘竞争的，尤其是在科技上面的主导权，像是芯片制造、AI 运用。那这个时候社会集体的心态，人们对未来呢是充满了幻想和期待，也会彻底习惯技术变革和信息的爆炸。集体心理是既渴望自由创新，又会对快速变化中潜藏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那么到了第三阶段，就是2030年到2037年，这个时候小三角就消失了，但是冥王星水瓶和海王星白羊依旧会形成六合相位，所以这个时候宏观环境会进入一个长周期里面的发展稳定期。早期小三角能量逐渐退去，但是海冥相位提供了持续的支持，这就说明一开始的技术创新开始逐渐转化为稳定的结构调整，像是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之类的新模式就进入了发展成熟期，世界结构也会更加多元协调，新旧之间达成了新平衡。那这个时候集体心态上面也会走出早期的适应期，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价值体系，而且大家会对精神文化非常关注，追求一种集体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思潮。那么到了第四阶段，就是2037年到2039年，海王星白羊在纬度行天王星巨蟹，这个时候宏观环境会爆发出一种紧张和冲突的感觉。因为海王星在白羊座纬度行了天王星，就会把之前潜藏已久的矛盾引爆，这个时间可能会带来某些理想的崩坏、泡沫破裂，或者是集体信仰的转变，而且个人意志和集体情感之间的张力也会达到一个临界点。那么宏观来说，就可能会有被情绪裹挟的理想主义，而且要关注房地产、养老方面，还有像国民安全感相关的这种风向都会发生巨变，或者是移民、外国科学技术带来的本土社会问题，以及是积累的一些代际价值观都可能出现冲突。所以呢，这个时期局部地区可能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那么在经济层面来说，市场也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主要是长期转型中积累出来的不平衡和矛盾，尤其是资源分配矛盾、科技伦理方面的课题会在这个阶段显现出来。
那金融市场就可能面临突发性的调整，短期内出现剧烈波动。这个时候，社会集体的情绪也可能会由之前的期待转向焦虑不安。那分析完了海王星进入白羊座的影响，接下去我们再来聊一聊12星座的运势。大家可以参考自己的太阳和上升星座。今天这期运势呢是大运的趋势，因为这个运势会持续未来14年，大家可能不会马上感受到，但是会有潜移默化的精神面貌改变。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白羊座，海王星会正式进入你们的命宫，所以可能给你们带来迷茫的感觉。你们会在接下去14年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意义，也会激发你们一些个人主义的情节，寻找一些信仰。有些人呢可能会投身于宗教，或者对身心灵开始更加感兴趣，也会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去为一些新的崇高的理想或者理念奋斗。而且海王星进入白羊座会让你们更加具有冒险精神，并不是为了某个具体目标，而是因为一些希望和信仰去尝试某件事。但是不要被一些幻想和泡沫诱惑，或者自欺欺人，这样的话可能会看不清未来的道路。海王星会模糊边界，有些地方呢可能接下去需要你做出牺牲、妥协还有让步，所以你也会在某些阶段感觉到身不由己。有些东西并不是自己可以做决定的，尤其需要注意某些让人沉迷的事物，像是瘾或者某些依赖，因为你的心理防线会降低，可能会在长时间难以摆脱某种状态。积极来说，你会有灵性上面的觉醒，所以有利于各种疗愈，或者在生命中开启吸引力法则。海王星进入你们命宫的14年并不算是坏事，也可能会开启非常诗意的篇章，激发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你感觉人生如梦。那对于金牛座的人群来说，你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海王星离开了你人际的宫位，所以你反而会觉得舒了一口气，拨云见日，对于一些关系更加清晰了，尤其是过去本身就暧昧不清或者消耗你的关系，那么接下去你会更加清晰走向，或者是划清界限。海王星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影响，但是过程可能是潜移默化的，难以察觉的。海王星可能会通过隐蔽的方式来指引你的人生，比如说通过梦境、宗教信仰，或者在不经意间给你一些信号。你也会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疗愈过程，而且多少会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容易受到环境的波动。你会感觉到自我的部分在摇摆，很多看似是自己的决定，但可能是无意识层面吸收了很多环境的讯息。那某些时刻呢，你也会感觉到有些虚无主义，所以需要找到人生的意义和心灵的支点。对于双子座的人群来说，接下去你需要注意人际关系上的边界，比如说朋友的请求可能让你很难摆脱，会为他人的因素而牺牲个人利益，所以你需要建立高质量的社交，结交更加有灵性或者有艺术细胞的朋友。有些人呢也会有一些暧昧关系，但是难以分清对方真实态度，有点若即若离，但是又好像给你充满了希望的感觉。海王星进入白羊座的14年，会让你在人际关系上有如梦如幻的感觉，有时候呢又找不到自己在某个群体中的位置，感觉特别的透明，比如像是公司还有社交关系，所以你也会在社交关系上非常定义模糊，有一点随波逐流。巨蟹座的人群，接下去14年你会在事业上充满了理想主义，如果你遇到符合个人理想的项目，你会燃起斗志，那反之呢就可能会咸鱼躺平，缺乏动力。你还蛮有概率找到事业上的新理想，倒不是为了利益或者其他的，纯粹就是因为个人某些想法，想要开始做一些新的尝试。那这种尝试呢，有可能会让你在事业上面开花结果，但是开创新项目的时候需要小心，避免理想大于现实，或者看不清一些细节风险。事业上你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支点，需要更加清楚自己在行业和公司里的位置，要留意环境的一些状况，而非一腔热情。比如说有可能会遇到公司和上司画大饼，但是因为缺乏实际的进展，而导致你整个规划上的混乱。有些人呢可能会因为忽视而导致项目失误。狮子座的人群，接下去你容易带着滤镜看世界，有可能会被某些信仰或者知识文化吸引，而且热情满满的投入其中。
是你非常追求精神生活的14年。无论现实生活如何发展，你都可能会痴迷于一些理念或者崇高的愿景，而且也有可能找到理想的人生计划。但是这个14年，你可能对自身的某些想法不断的美化、理想化，不一定能在现实生活里变现。或者你也可能会经历一些困惑以后，需要努力的去解开谜团，自我疗愈，来达到精神层面的升华。处女座的人群，你会在未来14年逐渐走出人际关系的迷雾，对关系更加清晰，尤其是长期感觉在情感关系里面消耗牺牲的人群，会感觉拨云见日，边界感逐渐清晰。接下去呢，你会更加寻求生命的意义，你会有疗愈情感的机会，也可能在失去中寻找力量。有些人群会沉迷于一些精神信仰和活动，像是对宗教、灵修、神秘学等领域产生兴趣。在合作上需要注意财务的界限，明确彼此的责任，而且可能因为投资失误、借贷纠纷、遗产分配不公而破财。接下去你需要注意被骗或者信息不透明导致的财务损失。天秤座的人群对某段关系可能有些看不清未来的感觉，容易抱有希望，但又时常感觉失望。你需要避免对他人过于信任而导致蒙在鼓里，或者被欺骗，也容易因为他人导致一些自我牺牲的部分，需要不断妥协。单身的人士接下去择偶会有些不切实际的期待，抱着理想主义的想法。有些人群会追求灵魂伴侣或者更加心灵层面的契合，但是呢，也可能会遇到烂桃花或者多角恋情，也有可能不够坦诚的这样一种局面，看不清对方真实态度，所以可能会陷入暧昧不清但难以有结果的关系。接下去需要勇敢地解决和面对问题。天蝎座的人群，工作上接下去你会对例行公事的部分感觉有些倦怠，那你在求职和事业规划上有些理想化，工作呢可能时不时会出现一些混乱状况，比如像是工作流程，还有职责不清晰，或者是人员流动带来的问题，以及同事推诿等等，所以需要注意工作中的细节，避免粗心导致一些小错误时不时发生。那也可能会承接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职责，反而消耗个人精力。接下去呢，你在健康上需要注重保养，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讯号，比如像是慢性疲劳、免疫力下降，还有一些疼痛等等。你的生活会在失序中构建秩序，但是避免琐事不断积累，导致遗忘重要事项和需要维修等额外的剧情。射手座的人群，接下去你会感觉浪漫主义觉醒，各种灵感喷涌而出，你会追求个人爱好，但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你也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在感兴趣的领域，但是可能因为缺乏实际规划而没有办法精进。这些爱好有可能是你接下去的精神寄托，所以需要避免特别沉迷于某些爱好以及不良嗜好等等。感情上你可能会遇到宿命的恋情，但是也会进入一种救赎式的关系，比如说为爱情放弃部分自我，变身纯爱战士等等。因为这个时间你遇到的恋情有可能是用幻想逃避现实，忽视了现实中的一些矛盾和欺骗性的信号。对于有伴侣的人士来说，你也可能会对子女有过度的保护和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海王星本身代表大爱，所以接下去你在爱的领域是非常蓬勃的，不计回报的，付出式的，理想主义的。有些人会经历非计划的怀孕、领养，由此呢可能触发你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摩羯座的人群，接下去你可能对家有一个虚幻的投射，需要注意家族的创伤，或者是原生家庭无意识层面带来的影响。你可能对家有非常强烈的情感依赖，美化过去的童年回忆等等。那家庭是你接下去牺牲奉献的领域，但可能也会有受害者心态，所以家庭事务方面是需要明确边界的，尤其是家庭责任，因为有可能会带来逃避、职责不清或者某些秘密出现，比如像是非婚生子、遗产纠纷，或者是过于疏漏和理想化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庭之间可能有情感绑架式的索取。所以有些人群会构建完美的家庭幻想，或者理想的房屋居住计划。那房地产方面的投资呢，可能有非理智的层面，可能因为信息不透明遇到一些问题，所以需要特别注意文件和合同当中的一些细节。
部分人呢，家中房屋可能会有漏水、水管泄漏，或者因为细节不明确带来的一些产权纠纷。水瓶座的人群，你可能会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你和他人之间沟通呢变得更加朦胧，即使表达自身一些观点，也可能会被他人解读为另外一个意思。工作和学业上面需要避免粗心，需要更加仔细审题，检查重要文件合同。而且海王星进入白羊座14年，口头承诺呢并不可信，可能会对你造成一些影响。那接下去你对于信息的获取还有学习，不仅限于普通的一些媒介，也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学习周遭一些讯息。那在你的生活中也可能出现一些谣言、虚假信息，所以避免过度信赖某一学说或者单一的信息来源。求学上，接下去你会更加的广泛，但是有些碎片化，会有利于想象力的学科，上限会提得更高，容易产生额外的创意，但是需要注意短视频之类的碎片化信息影响，导致你难以专注于系统性的学习。双鱼座的人群，接下去财务方面你会更加依赖直觉，虽然可能这不是你人生中最拼命的时间，但是你可能产生一些理想化的财务目标，而且非常宏大，需要注意这些目标的可行性，尤其是账单上需要仔细核对，避免不知不觉漏财。特别是跟他人的一些财务互动，需要明确财务责任或者账期，因为有可能会出现遗忘的款项。在金钱方面，你可能会出现新的期待和欲望，但是避免对于某一类事情突然产生好感，不知不觉为这个事情投入了很多钱，比如像是购物成瘾，还有营销鼓吹的某一类商品，或者能够给你带来极大精神满足感的事物，都有可能激发你接下去不明智的消费。所以最好设立财务冷静期。有些人群呢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损失，比如像是证件丢失或者贵重物品找不到之类的。